一场新的冷战即将来袭，各国在北极的军事活动将使世界重回冷战。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如果未来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热战，那主战场将会是哪里呢？毫无疑问，在局势已日益明显的当下，这一地点很有可能是北极。此前因为气候原因，再加上位置偏僻，导致北极地区一直非常的荒芜，至今尚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但俄罗斯这几年的动作显然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北极地区将成为俄罗斯突破北约封锁的突破点。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然不会让俄罗斯方面那么简单的就轻易获取北极的掌控权。为此，美军准备在北极地区设立多个军事基地，来牵制俄罗斯方面的发展。而在面对美国人的窥探时，俄罗斯国防部长发出警告称，美国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将使整个世界重回冷战时期。据《环球时报》援引俄媒的消息称，美国人不断增加的北极军事活动可能让世界倒退几十年，回到冷战状态。同时，因为看不惯西方一直在污蔑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一些行动，这位俄罗斯外交部的大使还称，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非但不是威胁，而是学习的榜样。众所周知，在现代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北极已不再是一片遥远的荒原。如今，北极充满了机遇和财富。北极拥有着世界上13%的石油储量，30%的天然气储量，还有大量油矿、稀土、黄金、钻石与大量未勘探的各种资源。在这种诱惑面前，只要有了利益这个前提，那一心要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宝地。正如前面的段落所述，美军正准备在北极地区建造多个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将帮助未来美国的海上力量更快地提高对北极航道的适航性。北极海域环境复杂等挑战，美军一连串的行动可以说是极大地加快了北极地区的军事化进程。但一直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理所当然的，相反的，他们还理直气壮地将矛头指向其他域外国家，指责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构成了威胁。但要知道的是，中国在北极地区进行的都是科研行动，商业行动都很少，根本就没有任何军事活动。这就是所谓美国人所说的威胁。近日有媒体报道猜测，中国建党100周年之际是否会上演大阅兵仪式。因为在前不久，中国首先表示了对建党100周年的期待，并且有要为此热烈庆祝之意，所以就有媒体表示，这一次中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原因就是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应该要大肆庆祝一番，盛大的仪式自然是免不了的，所以2021年一定会有阅兵仪式。对于这个猜测，小编是不太看好的。不管是从以往的惯例来看，还是从时间上来看，中国举行阅兵仪式的可能性都不是很高。毕竟疫情虽然现在在中国国内不是很严重，但是在没有绝对覆灭之前，这种全国性质的大规模阅兵仪式基本上不会举办，即便有疫苗也是一样的。不过咱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中国军工会在建党100年大庆之际献上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呢？就海军来说，新型潜艇是要有的。日前，美国谷歌卫星在渤海造船厂就拍到了一张疑似新型潜艇的正在建造的图片。有专家表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建造的最大核潜艇之一。而目前中国正在研制中的新型核潜艇，如果按照这个正在建造的速度来看，今年这艘新型潜艇也算是军工的一份大礼。再一个就是巨浪3，自从在70国庆阅兵上巨浪2惊艳亮相之后，巨浪3就成为众人之期待。虽然几乎是渺无音讯，但是2018年都试射了。
想来是已经研制成功了的。所以在2021年，巨浪3很可能就直接成军，进一步加强中国海军军事力量，为建党100年大庆也献上一份大礼，让美国媒体曾对巨浪3进行的报道，全国少数能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武器之一成为事实。此外，海军还有最令人期待的003航母下水，就如今时不时透露出来的建造进度来看，2021年下水应该是稳得很，必然不会像印度那艘航母一样，时不时就要推迟下水时间和服役时间，所以100年大庆自然也该有003的一席之地。还有一直在传来传去的 FC31要上舰的事儿，在2020年的时候可算是传得沸沸扬扬。如果当时的传言是真的， FC31真的上舰了，那么 FC31或许会成为海军献礼100年大庆的一个意外却又不意外的惊喜。最后那就是中国的下一波饺子。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有分析人士猜测，中国在2020年服役的军舰吨位或许会超过100万吨。虽然说基本上是分布在各个时间段，但是中国其中肯定会有不少会定在建党100年大庆的时间段面世。以上基本上都是海军的，还有空军的献礼和陆军的献礼也是不容小觑。不管是鸽子王轰20会在2021年直接露面，还是各种无人机研制成功之类的，以及陆军的导弹进程献礼等等，只能说2021年绝对惊喜多多。北方小年夜，我国西北升起大烟花，这到底是什么？针对此前美军上将要打核战的言论，这个大烟花为何能打破他们的野心？2月4号晚8，正值北方小年夜，西北大漠天空上突然一道绚丽多彩的光芒划亮天空，如同一个巨大的烟花射向天空，为小年夜增添一些节日的氛围。同时看网友拍摄的视频，又如同是一个拖着长长尾焰的 UFO， 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不是外星人降临之类的神秘事件。不过这个巨大的烟花并没有神秘多久，很快官方就公布了一道消息。根据解放军报的报道，当天我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也就是说这个大烟花是我国的反导导弹。此外，我军还强调此次实验是用于防御，不针对任何国家。的确，我们当然不会针对任何国家秀肌肉，只是当一些国家的人对我国耀武扬威时，看到此情此景，恐怕不得不多想，甚至要睡不着了。就在几天前，美国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还呼吁美国需要考虑与主要对手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且对中俄指名道姓。不过就在美上将刚嚷嚷着要打核战争之后没几天，我国就在西北的夜里放起大烟花，小年夜让美无眠。来说说我国的这个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究竟强在哪儿？首先要知道的是，它属于中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简称 CNMD。不同于一般的高低空反导拦截导弹，我国的这套反导系统并非区域性反导，这绝不是买一套 S400或者爱国者就能搞定的事儿。它需要的是大量军事资源的调动，没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是完不成的。我们这套要拦截一枚导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它发射的那一刻进行准备工作。如果对方导弹在距离你雷达之外甚至上万公里的地方向你发射怎么办？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复杂且空间广阔的预警系统了。而在发射拦截导弹之前，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要完成洲际导弹的拦截，除了反导导弹本身要足够先进，覆盖全球的卫星网络以及超广探测的地面雷达一样都不可少。也正是因此，真正具备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只有美国、中国与俄罗斯，数量不仅少于拥有核弹的国家，也少于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
这么一联系，咱们也能清楚此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的用途了。近年来，美国方面试图将核弹逐步解禁，不仅在与俄罗斯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上反复横跳，甚至提出将战术核弹与战略核弹区分开，试图让核弹逐渐合法化。而美军上将更是提出对中俄动核的口号。此次我国的反导测试就是在告诉某些人，我们不害怕核讹诈，即使民兵三叉戟来了又如何，我们照样可以拦下来。我们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奉劝某些国家不要太飘了。